哎哎哎哎哎！韩版的什么事情？飞往澳大利亚悉尼。我继续再次挑战 MS 考试。OK，Day One， 今天是理论考试。我会在一个小房间，然后面对3个19岁大师，他们会直接问我问题，大概1个小时的时间，可能70、80道题，会关于葡萄酒、烈酒、清酒等各种各样的酒类方面的问题，然后需要现场答题。其实呢，该学的东西呢都学好了，但是问题可能是考试前的紧张，我已经2天完全没有睡觉，所以最害怕的是被考到一些明明知道的点，但是因为睡眠不足而答不上来。我订的酒店呢，离考场走路可能不到1分钟。Yes, sir. Ça va? Ça va et toi? 考完了，感觉刚刚发现呢，我错了几道题，而且是我熟悉的几道题，只是没听清楚问题，然后有几道题是不知道。但是整体还可以，可能正好是 borderline， 不知道是 borderline 之上还是之下。好，明天盲评。Cinnamon, nutmeg, gently go, quite jammy. Mulberries, some balsam berries. High tannins, very high alcohol, full body. Alode, USC. Pinotage coming from South Africa, coming from the coastal region. From the vintage 2022. 耶，对了 OK. 准的，超级准。考试第2天，今天呢是盲品。6款葡萄酒，一般是3个白，3个红，这也不一定。25分钟的时间需要阐述它们的外观、香气、口感，并且推理出一个合理的产国、产区、葡萄品种以及年份。好，走。好了，品完了。哎呀，我最红的还是比较有把握，但是白呢，我觉得有点一塌糊涂了。不知道，看看当结果吧，明天再说。考试的第3天早上7点，我昨晚上只睡了1个小时，3天加起来我应该睡眠不足10个钟头的。哎呀，真的太紧张了，睡不着。我很早上床，但是根本无法入睡。好吧，今天是最后一个环节，就是考服务这一块。考试呢分成了2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呢是，比如说看一个酒单，然后从里面呢找到一些小错误啊，或者是计算一个葡萄酒的一个表格里面的每一款酒的成本或者零售价等等。第2个部分比较重要的就是实操，
职测考试会有3桌客人你要服务，每一个客人当然是考官，然后他们会让你去完成不同的服务，比如说开起泡酒或者是醒酒，或者可能也会有一些盲品的环节。然后在这些实操的过程中，他们会问很多的问题，所以这个是压力挺大，因为他们一直在观察你每一个小动作，然后在你注意动作的同时呢，还得考虑他们问你的问题该怎么回答，所以也挺紧张的。报考场了，很漂亮的。好了，考完了。哎，表现还不错，感觉这一次这个服务部分呢应该能过的，没有太难的问题，然后那个也没有犯太致命性的错误，也没有傻事，所以就可以了。等今晚上公布结果。来采访一下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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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ss pass pass。耶！所以现在是一个人的交上去的。刚才安妮说了，它是最煎熬的时候了。最煎熬。Thank you。到我了。来，开始。所以最终结果如何呢？跟你们说，第一盲品跟我想到的一样的是可能白的没有对，反正呢只对了3款酒。他们说绝大多数人呢是只对了1个或者2个品种，所以呢对了3个也是可以的。盲品没过，得了一个 C。然后服务我本来挺有把握的，而且我觉得都做得很不错。但是呢，也是没有过，我得了一个 B， 差一点点。但是，我过了理论，万没想到，我以为是我最差的那部分，结果呢，他们跟我说是个 strong pass， 什么意思呢？是那个过的还是比较精彩的。很多人认为呢，理论其实呢是整个考试里面呢最难的部分，而且主要是最耗时的时间。所以呢，今年呢，我可以把这个理论的学习呢先放在一边，然后争取明年通过盲品和服务部分的。明年第一次将在香港举办这个 MS 考试，所以呢，在自己的地盘，不有时差，成本也会低很多，所以争取明年通过 MS 考试。